電影頻道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梁靜。很開心又見到靜姐了，再一次來到上影節哈，每一年都有全新的身份。我記得去年是參加躍動他影論壇，然後前年是帶着金爵獎的參賽影片《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所以每一次來到這裡，我覺得都會有不同的心境吧。有大不同，也有小不同。但是我覺得其實還有，我觉得应该是大的相同。大的相同是什麼呢？我覺得上海電影之城，但對於我來講，我覺得是電影之家。每一年的這個時候，我們所有的電影人像家人一樣聚到了一起。我覺得特別好，就那種感受，兄弟姐妹都來了，都回家了。然後不同的就是每一年帶的禮物或者說作品是不同的。然後創作心境也是不同的。是，其實剛剛我介紹您是制片人梁靜，其實我們看到您在幕後工作，今年應該已經是第9個年頭了。我都不敢想這个時間真的是。所以您覺得在制片的這個工作的心態上，有沒有在這9年的時間裡面發生一些什麼樣的轉變？太多了，太多了。我覺得你要說9年，我覺得一晃而過。可以這麼說吧，我自己覺得前幾年應該是我的從0到1的一個過程。然後現在我也就是還是在1的這個階段上慢慢爬升吧。我就覺得我如果是到10的話，我可能才到2。我自己覺得啊，不是謙虛，是真的有太多不確定性和需要你了解或和積累的經驗了。我就覺得這個事兒對我來講是一個有難度的事兒，但是又是非常充滿了挑戰和怎麼說動力的事兒。我是非常越幹越開心。所以您從0到1的這個過程當中，有哪一些您真的就覺得從0到1其實也是比較最難的一個點吧，就是從一個系統搬到另外一個系統，原來是感性的，必須要搬成理性的。對，原來是非常散漫的，非常只關注自己的，但是最終要掰到一個統籌全局。對，統籌全局和關注所有人的感受。就是做藝人和做領導的2種。是，對。所以可能那個時間只要一度過，我多少來講就是剩下學習，純學習了。把那個系統掰對了以後，那剩下的就是經驗積累啊。當然了，確實是。我覺得為什麼會覺得這像家呢？就每一次的電影人聚會，其實不管你受了多少的嘉獎，受了多少的委屈，回到家裡大家都會一起分享，就那種感受特別的好。就是像家人一般的存在。對，所以其實近幾年我們也發現非常的活躍，你也推出了層出不窮的作品，不僅有大製作啊，像《東極島》這樣的，然後我們也看到有像《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這樣比較輕盈的作品。您會怎麼去挑選這樣的項目？我覺得挑選這個詞兒可能不太準確。我覺得是一種緣分。我覺得是一種緣分。其實因為我也有挑選過一些不錯的項目，最終是沒有緣分走到一起，並沒有開花結果。所以我覺得真正是有緣的人能夠走到一起，同類人能夠走到一起，可能是這樣的。對。然後我也特別感謝這些孩子們給予我了很大的信任，然後讓我在這個從0到多少的這個0到10的這個過程中，我們一起成長。所以其實我們發現一部影片就像您說的，從0到10這中間有漫長的，比如說立項啊，再到後來它變成一個成功的作品，在觀眾面前去展現，非常長的過程，加上市場的不確定性，近幾年都在增加。您會如何看待現在我們面臨的這種市場的不確定性？包括我們在目前的市場環境當中，一部影片您覺得應該如何去打動觀眾？我覺得這個不確定性你是把握不了的。既然說了不確定性，所以最關鍵的就是要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先讓這個項目在你的心裡，你用最堅定的信念支撐住它，然後籌備它，去準備它，達到80%的時候才可以開始。我覺得是這樣的，在我這兒，然後就是不管有多少不確定性，你都不能搖擺和糾結。我曾經有過搖擺和糾結，確實是會有一些問題的。所以其實等於說，就是我剛剛說的，從0到10的過程中，我學到了太多的
這個方式方法，以及怎麼能讓自己更堅定自己的信念，哪怕錯了都不能掉头回头。对，就是得一条路走到黑。因为你不到最后，你并不知道它是究竟是对是对是错。包括其實您作為製片人來說，我覺得近些年都扶持了很多的這種電影新人。我覺得投資一部年輕導演的作品，既需要勇氣，當然也需要您所謂的眼光和他們對您的信任。但是面臨到比如說有這個預算有限的情況，包括這個創作經驗也有不足的這種青年導演的情況，太多了。您會如何去為他們保駕護航？哎呦，你說的保駕護航這個詞兒，我真的是覺得有點讓我不自信了。因為其實我不敢說，對，我不敢說保駕護航，只能說用我這個有限的經驗吧，能夠去拉他們一把。因為自己也是這樣成長起來的，身邊有很多前輩就是給機會，然後給信任，就是讓你胡作非為。我覺得這個感受是真的太好了，讓你做夢對，讓你做夢。我覺得這個過程也是美好的，也是他們從零到10的一個過程。對，所以我自己很感謝他們給我這個機會啊，因為確實是跟年輕的導演一起成長的這個過程是非常美好的，其實也打開了我的很多想象力和創作力。其實我覺得從創作的角度來看，扶持新人也是有必要性的。對，肯定是的。新人必須要迭代。就像技術一直在迭代，那我們人才也一樣要迭代。就像怎麼說呢？我們為什麼要結婚？我們為什麼要生孩子？其實也是想讓自己的生命有延續，讓自己的基因有延續。那任何一個各行各業一樣也是的。需要有新的血液注入，需要有新人輩出，需要有人才迭代。所以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這種新人創作者，他們的創作其實是偏私人化的。有的時候您看到這種私人化的創作的時候，你會如何去尊重他們的創作風格的同時，比如說又去平衡一下與市場之間的這種關係？哎，這麼說吧，其實我還挺不好意思的，因為我還挺縱容這些孩子的。就是針對每一個導演的第一部戲的時候，我基本上是會讓他們隨意按照他們的想法來，因為這是他們源於他們內心和衝動要去就是強烈的講述欲的時候要拍的這麼一部戲。如果我進行太多干涉，去給予他們太多市場跟他們內心無關的東西的干涉的話，我覺得絕對就讓這個戲變形了。所以才會有什麼接玩啊，這個小白船呀，能夠走向國際市場的機會。因為讓他們原樣生長、原貌生長，他們的那種年輕人帶來的對世界和對人之間的這種觀察和這個視角是非常新穎的。包括他們的講述方式，鏡頭運用的語言，我覺得都是我也跟着他們在學習的過程。當然了，如果當他們開始要用這個當然這麼說吧，完成了第一部之後，那可能真的就要坐下來好好探討，你將怎麼去講述第二部，怎麼能讓大眾接納你。第一部是讓大家看見你，但是第二部是讓大家接納你。那接納的話，你就得要考慮對方了，你不應該只考慮自己了。因為每一個年輕，就是應該這麼說吧，每一個處女座的導演，不能說處女了哈。沒事。每一部導演的第一部戏，他真的都是很個人的，都是偏向個人表達的，對，非常個人，所以，能讓觀眾接納你的幾率是有的，但是沒有說那麼大不像一個商業片能夠完全共情，所以當他做第二部的時候，就應該要考慮市場。所以您其實，在每部第一部作品的導演的處女作的時候，見識的時候，我覺得你都就是珍視了他們很多的初心，守護着很多純粹的。我不能辜負他們對我的信任呀！我覺得這個信任還是得支撐到我，就是幫他們走完第一步。然後我真的是覺得，人吶，雖然要保持自己的很多個性，但是
如果真的要走向社會的時候，你真的要先學會一種生存能力。這個生存能力不是說就要讓你摒棄內心的所有純真的東西，而是你要學會另外一種技法或者能力，就是2條腿走路。你虽然有這種純自我的表達，但同時要有這個觀察社會的一個能力。那你最終這個能夠讓你生存下來，有了話語權，你再反過頭來去做這個自我表達，沒有任何影響的。兼顧更多的視角，也許能夠走向更廣闊的天空。对。但說句實話，是很難做到這2條同時走的。但是也有很多導演在堅持，嘗試。是。所以其實我们發現，去年來您是參加了這個躍動他影論壇哈，而且呢，像您一樣的這個女製片人，我覺得在市場上是越來越多了，女性的話語權也不斷的在提升，女性導演的力量也越來越強。您覺得現在我們的女性的影視行業從業者們面臨着什麼樣的機遇？我覺得挺棒的。我們女性真的是很爭氣，了不起，很爭氣，為自己爭得了一席話語權，然後也確實是越做越好了然後越來越自信了。在電影行業這部分，我覺得只要是你準備好了，任何人不管男人女人都一樣，對，都一樣，真的都一樣，總有機會敲上門來。就是那句話，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的。是，其實我們發現很多的影視作品當中的女性角色越來越多元了，包括您的這個《東極島》裡面，倪妮飾演的這個女性也非常有力量。所以您在參與這些項目的過程當中，遇到這些女性角色，你會不會給他們塑造的一些建議，或者說這種女性形象塑造的一些建議？肯定會有。你看啊，就是像我剛才說的，各行各業其實有各種各樣的女性，都非常出類拔萃。我們會借鑑她們的背後的故事，找到一種精神，找到一種人物感，去讓演員去感受。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就是相互之間的力量，是女性之間相互助力的力量。而且很多的女性影人应該跟您都有着惺惺相惜的這種共鳴和共情。我覺得反正我一直覺得我是個學生，我到現在，而且特別奇怪，我發現我每隔幾年就要去上一次學，就是我老希望自己能夠充滿一種好奇，充滿一種動力，就是讓自己不斷的往前走的那種動力。所以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我覺得恰恰是一種能量。是，我覺得這個是我還挺開心，我有這個慾望的和能量的。對。所以其實您剛剛其實也提到了，像 AI 或者說技術，現在我們在席捲我們可能整個影視行業，為它帶來不一樣的這種變化。所以作為這個一線的影視行業的創作者，您覺得您能感受到 AI 在我們的整個產業鏈當中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切身實際的這種感受。應該這麼說，我原來確實覺得 AI 會來，就是對於影視行業來講，但是沒想到這麼快。我相信所有人都沒有想到這麼快。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確實也，怎麼說呢，吃到了一些紅利吧。就是我們作為電影創作者來講，尤其是有真正的審美和創作能力的這種創作者來講，他們真的是能夠像插上了翅膀一樣，迅速呈現出他想表達的東西，然後也不是說迅速，對於他們來講應該是加分了，甚至還加分了，對吧？那對於新人來講，那更是，他們可能原來要对各种各样的資方去闡述為什麼要拍，我怎麼打動你，你才能給我錢。那現在根本不需要，他可能就需要一鍵生成。當然這個東西是很難，這也是我比較擔心的，就是最終你怎麼用這個軟件，怎麼利用 AI， 這是很重要的。它是不是真的能為你所用，是不是真的能作為工具保護你，而不是侵蝕你。是，所以現在我們也發現有很多的我們自己的作品走上了國際舞台。您會覺得各大國際電影節上，我們拿出自己的作品去跟別人去媲美的這種底氣和文化自信有哪一些？從內容上來講哈，我覺得如果說中國電影要走向世界，那肯定是要講中國式的故事，一定要把中國的文化、精深的文化
傳遞出去才可以。我從幾個大的電影節上感受到的，雖然他們也因為這個時代的變化或者是技術的變化稍微做了一些調整，但是他們根兒上從來沒有變過。就是尊重電影本體，尊重人物創作，尊重就是作者的表達以及作者的視角的創新。我覺得這個是他們一直沒有變的。就是商業和藝術真的會有打架的時候，但是也會有融合的时候。真正留下来100年、50年、10年的這種好電影，都是真正商業和藝術都有表達的，它才能留得下来。所以把這2個平衡好，就一定能夠，就是作為走向世界的一個機會也好，或者最終能夠留下来的好電影也好，都可以實現。前不久你有看《給阿媽的情書》這部影片嗎？我看了。你有關注到它的票房嗎？現在已經17億多了。關注到了。我們跟他同一天，就是應该這麼說，他們爆掉的那一天是我們一個男人和一个女人的那一天，所以非常慘。但是我很正视這個事情。對，就是當這個力量來的時候，它確實是不可抵抗的。它的這個力量也是很多同行沒有預想到的。是。對，但最終還是它的稀缺性吧，或者說它的不可複製，造就了這個。所以我們也期待中國電影未來有越來越多的驚喜的作品能夠跟我們見面。當然，我覺得真摯的情感也永遠是打動人心的。對，然後我們的男人女人也上線了，大家可以不到電影院看的話，可以到線上看。對，很好看，我已經看過了。謝謝梁靜老師今天做客我們的專訪間。對呀，謝謝。我們也期待未來更多的作品來跟六公主見面。好的，謝謝您，期待下位影人。